人家真的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爸爸说拿走就拿走了，那就个伴手礼，丢掉就算了。所以我们一看到你手上有那个包包，我说我说我的女儿。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穷，必须要有一个人 at least 出来说话 one person to be able to say what needs to be said and to do what needs to be done， 那就是我。Melody 家庭 Podcast， 嗨，大家欢迎回到另一集的 Melody 家庭。我们想要聊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好玩啦，因为我们昨天在飞机上，我们从澎湖刚回来，拜拜澎湖，拜拜澎湖。然后呢，我们在澎湖的机场就买了一些伴手礼，伴手礼就要拿在身上嘛，所以我们已经3个人有2个行李箱要放在 carry on compartment， 然后又有这个伴手礼的包包也要放在上面。 The flight was really quick， 我们就到了台湾，一降落大家就很快就站起来就走了嘛，但是我跟妈妈坐，我们就比较慢的站起来。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在看发生什么事情。 But then what happened, Mom? What happened? 因为我们买了一个我们很喜欢的东西嘛，那我就记得我把它放在上面的时候呢，我的确也注意到下面叠着都是同样真的啊？都是同样，也是伴手礼，也是伴手礼，同一个包包的样子，而且颜色差不多，可能也是在机场买的。对，可能也是在机场买的。那时候其实我就有想说2个叠在一起，希望不要拿错啊。对，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念头，但我想我对台湾人是很有信心的，我都觉得我们回到台湾几乎每一次掉的东西都可以找回来啊，所以我就觉得一定不会有人会拿这样。就后来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们比较慢起来嘛，然后旁边那个人在拿东西的时候，我就还特别就看了一眼，对不对？在想说他不要拿错。我记得我好像也在跟你咕噜了一下，要不要起来拿东西，我好像有这样子跟你讲，然后我就说no worries， 你说没关系啦，反正那么多人挤在那个走道上面，就让他们拿吧。然后我就听到这2个男生他们就在对话，然后那个人就说这是我们的吗？然后他就说我想是吧，他就拿走了。我没有听到这个对话。我有听到，你都不讲 OK 然后呢？我有听到他好像就讲说就应该就是我们的吧， something like that，这样子。那我就里面在想，我不要去猜忌人家一定就是拿了他该拿的部分嘛，对不对？然后我真的就没有觉得他会拿到我们的份这样子。然后后来人就陆续走了嘛，我就赶快就说妹妹你去拿那个上面的东西，我还特别说叫你赶快去看一下，你就说没有了。 Yeah, it was empty。 然后我就想说谁拿了我们的东西？不会吧，他还真的就是2个就真的就把它拿走吗？ Yeah， 对。然后我就想说所以那时候我才 question 妈妈 I was like 那所以你有看到是谁拿的吗？你要不要现在就追出去找那个人？但是妈妈就也不确定会不会认出来。我不确定，因为那个晚上那个脸，而且他只是这样子回头了这样一下子，都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而且我也没有想要去怀疑他，我就觉得说他一定是拿了他的份这样。所以 Yeah, so then what happened？因为我就知道有人拿了我们的东西嘛，然后我就 make sure 我们的行李箱都拿了，我就冲下飞机。还好，因为澎湖的飞机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位置就是比较远。We had to get on a bus. Everyone had to get on a bus to the airport， 而不是直接走那个走道嘛，就散掉了。所以还好大家就 get on a bus， 所以我就马上就 get on the bus。I started looking around. I was like, "Where is our bag?" I saw this one. No, not this one. That one. 我就直接就去跟那个男生我说这应该是我们的吧，然后他就看了一下，对，不好意思，他就给了我。And then I was like, yeah， 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啊 ，because 这就是我们的东西啊。然后后来我从远方看到爸爸妈妈慢慢的走过来，我就给他们看 ，Yeah, I got it。然后妈妈一上车就说：“我好佩服你，我好佩服你。”我不知道要是我真的就不好意思你就让人家拿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不确定。
不确定什么，就是有人拿了我们的东西啊。的确是有人拿了我们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确定是什么人啊。那很多人都是拿的那样子颜色的袋在那个地方。但是如果你看到了几个就是像你的东西，你不就会敢去问吗？我觉得我不敢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还跟爸爸我跟你讲，这种是伴手礼的东西，的确很容易就拿错嘛。Yeah, that's 那 exactly. 如果今天拿的是你的皮包或者你的行李，那当然你是要去追回来。那个时候其实你有问我说要不要去追，我就说算了吧，没关系啦，这样子。所以我说我们3个人的反应很追什么？他说啊，没关系，丢了就算了。你说那个伴手礼丢了就算了？对啊，对啊。OK， 所以我们3个人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反应。但是 for me, I think even starting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如果我有听到，因为我没有听到他们有这样子对话 ，I think 我早就会说，有可能是我们的。You know what I mean？ 我早就会说，因为 I feel like 你maybe 这是真的我们的世界观念。你觉得所有人都善良，但对我来讲，那不是善良不善良的问题。我会比较去 assume that people make mistakes. So I have to be the one to kind of make sure that things happen the way I want them to happen. 这可能也是我比较有那种 controlling 的 I don't know, like 我是大姐姐 right? 所以我比较容易，我比较保护。I tend to 去避免 take action， 避免一些错误发生。我比较会避免一些错误的发生。去 take action。所以如果我一听到什么，我不会 assume 他有什么 wrong intention。有一包是我们的哦，这样子，他会讲一下。我不会觉得说是他有什么的不好的意思，但是我的确会发生。但是妈妈就会觉得说不好意思，不想怀疑别人，结果反而事情就发生了。对。真的是我怎么真的都没有想到，我想说啊，还真的拿走了。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他不会拿错吧，但我就觉得哎呀，不要去怀疑人家，真的就奇怪。 What would you guys do? What would you do? 然后爸爸就是啊，算了。我一跟爸爸讲说，爸爸，人家真的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爸爸说哦，拿走就拿走了，那这个伴手礼要丢掉就算了。所以我们一看到你手上有那个包包，我说I was like, I got it. But that's the thing, it's like 我也不会有那种反应。我真的就是my first reaction is never 就算了吧。My first reaction always 我可以做什么？ Like how do I solve this? What can I do? 那我真的也不会怕。I'm like 那是我们的东西。And that's the thing I think that's so interesting to talk about. 因为我刚好最近才在跟我的 life coach 在讨论这件事情 is that I have a strong sense of justice. 就是我有的时候但是呢，问题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 I feel insecure about it. And sometimes I feel like it's a problem. 好像我这样子做会让人家很 intimidated. 因为的确 you know, I'm the one who I will approach you.如果我觉得你做的事情不好，或者你做错了，或者这是不公平的事情、不义的事情，我就是会发生。那当然对对方是不舒服嘛。所以常常我觉得我就是有一点会让我周围的人有一点不舒服，因为我周围的人可能大部分的人就是比较算了吧，哦，不好意思 ，you know。But I'm not like that. So I do tend to be the one 让人家觉得不舒服。但是同时间，因为人家负面的反应或者不舒服，常常也会让我觉得我这一块是不好的。And so I was talking to my coach about it, and he was like, "Well, maybe 其实你要改变的不是你这个反应，因为 I think that's automatic. 你很难去改变你一些 automatic 的东西。Are you just gonna not be triggered ever in your life?" 我想一下，可能也不是这样。他说，可能你要改变你对你自己的看法。And also， 你就想嘛，就是其实不见得是你做事情的问题，而是就是包装的问题啦。包装 ，OK， 那就是内在生活，你可以 more patient, more gentle, more kind, which are things that you're capable of. OK，like 我在提醒我自己 ，Yes, I am capable of these things. 所以不是说我要改变我本性，好像我就是比较就是会看到当事情不是 the way that they should be, you know? But that's not a problem. But anyway, I thought that was very interesting, 因为马上就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就显出来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个性。
真的是不一样的反应。所以你真的就是那种会打抱不平或者路见不平啊，就会拔刀相助，或者就是你会去站出来这样。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啦，我就讲一个 scenario， 如果今天你在路上看到一个爸爸就是用打骂的或者是骂孩子那样很不妥的，你会 say something 还是你就说 it's not my business？ What is this, like child abuse? It could be. I'm just saying 如果让你不舒服的Like I feel like the examples that you give are always just a little bit borderline. 因为你今天应该要给的 example is 有人被抢到吗？ Like are we seeing like actual criminal 抢劫 okay. Like are we actually seeing criminal activity? 因为你在讲的东西有一点模糊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is is his family. 是我又不是他家人，然后我又不是他的爸爸妈妈。是但是如果今天是 criminal activity， 然后 is injustice， 对，然后当然就是我们该说的，我觉得我会去说，我会站出来。但是常常会发生的就是，即使很多人知道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很多人就不会说。That's actually the majority of people. 其实你知道吗？我妈妈跟我讲的时候我里面已经有好多的 scenario。我里面一个想到的就是，因为伴手礼这种东西是你到底买了1包2包自己不记得了，所以他就会顺手就都带走，他也不是有任何的不好的 intention。 Yeah, sure. 然后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说 OK 好了，就但即使不好，没有不好的 intention， 但还是不应该他拿。对了，至少他应该要问。No， 他就是不小心嘛。对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人家不小心，但这还是我的东西，我就是拿回来，没有什么问题啊。OK， 很好呀，没有问题啊，是当然没问题。我只是觉得很特别。对这种事情的反应，你会就算了吗？那就看是什么样的伴手礼。如果今天是很贵的，我就会去跟他要回来，因为我们那个没有很值钱嘛。如果你是姐姐的这样子的一个 position， 你刚好也是坐我旁边，而不是姐姐坐我旁边，然后这个事情发生，那你会怎么样？我会陪你慢慢走啊，因为你脚不舒服啊。我说我会留下来陪你，我不会去追那个东西。OK， 那刚好这次的 scenario 我们都上同一个 bus。对啊。Once you're on the bus, what would you do? Yeah, I might look around. Yeah, and see, and then I'll talk to them and say, "Oh, 你是不是拿错了？这样。所以真的会这样做吗？ Yeah. 因为这个是很但你那一刹那不会有那个冲动要去追他。我不会去追啦。那如果今天不是妈妈脚的问题呢？那就算了。所以你还是不会追？不会啊，不会去追啊，因为那个不是说什么很贵的东西。我觉得爸爸不会去管。What if it was a pair of sunglasses？ 如果是 Ray-Ban， 那我就会去追。是吗？会吗？当然还是看那个东西的，因为在我心里面就觉得这个无所谓嘛，没有什么价值，无所谓嘛。对，这我觉得爸爸是这样想。这也没有什么对错了。I don't know. I think the way that I see it is how you do one thing is how you do everything. Because 对我来讲，不是这个东西贵不贵，它是个原则。我觉得是。因为我刚刚讲了，如果我们今天是都在那个车上，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就 happen， 我就看到了那个是我的，那原则上我就会去跟他讲，你对不起，会不会是你拿错了？但你会不会真的 walk around the bus and look? Because that's what I did. I got on that bus and I looked everywhere. Would you go through the trouble? 而且你真的很勇敢，就去跟人家 confront. Yeah, I was like， 那个好像是我们的。对。Yeah.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个原则。也许你的骨子里可能还跟我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是不一样，有可能。我觉得是不一样，所以我当看到你拿到那个，哇，我说姐姐 like, my prize. 你好了不起。对我来讲，伴手礼不伴手礼 ，it's still my prize。它就是一个原则 ，it's like principle。是。而且我马上想到是，其实我们那个伴手礼的那个袋子里面呢，其实是很好证明是我们的，因为有一个已经开了。对啊，已经开了，我们已经吃了。所以那个人，所以他一打开就看了一个是开的 ，I'm like yeah, that's ours, man. He was like, oh, 不好意思。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会不会有可能是故意，因为后来妈妈又跟我说，其实你看到他拿了的时候的眼神是不是？我会有一点 suspicious， 因为我再回来再想的时候，或者你都加你自己的想法。Anyway， 都有可能。但是我不会这样做。我知道我是在这上面，我是真的不会这样做。
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勇敢会为公益发声的人，我觉得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很有意思，就变成讲是为公益发声，就这些有时候如果你推算不公不义的事情，或者也许他是不小心，但也许他是故意，就说如果他就是故意，那我会不会在那时候像姐姐一样就追过去说 Hi this is mine Exactly 这是我的，我觉得我好像不会。其实原则上 How does the world become a better place? Why is the world becoming a worse place? It's all these little things. 是真的就是 It's like what Jordan Peterson said, right? 我们以前常常讲到他，就是说 What allows tyranny to happen 都不讲话 is all the little lies. 全世界太多像我这样的人。就是 tyranny 是怎么说 How do you say tyranny? 就独裁者。独裁者的网络不是说一大堆很大烂的事情，其实都是一大堆小小的谎言。对，大家就容忍 web 变成一个 big tyranny。说的也是啊。所以你就是从这些小事情，你这个看到它不应该发生，你不说话，你容忍，你算了，这个小小其实。渐渐 it's like w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right? At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da-da-da, and then they went for the da-da-da, and then finally they came for me, but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up. Yeah.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那个我看过一个影片，就是在那个 McDonald 在美国 McDonald 里面就有一群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人就跑进来，然后就叫大家要讲这个 slogan Black Lives Matter Black Lives， 那有一个白人女生她就没有举手，然后其他人就去 intimidate 她，就说 raise your hand raise your hand， 然后旁边的人就把它录下来。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我就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敢不敢站出来说 don't do that？ 对 ，Yeah， don't intimidate don't intimidate people， sure， right？ 但是那个东西很需要勇气。我觉得 maybe 你会是我们家会是那个站出来说，我觉得你要有 conviction， right？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站出来，你也要有 you have to be able to have a conversation。但是 I think 你也要有智慧，因为可能这些人 they're not willing to have a conversation。Are you only putting yourself in harm's way？ I know， right？ 但是我觉得相反也可以是一个 scenario 啊，就是当有一群白人今天在 persecute 或者在 bully 一个黑人。Would you step up? Because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look at that in that way. 就是 racism, right? 对就是 whatever it is, ，yeah， 你在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愿意站出来去打抱不平？我想今天我们这样子跳得有点远了哈。不过我在想，就是说这个是你的 right 啊，这个东西 it's mine, rightfully mine， 那你就站出来说话。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就会觉得，哎呀，小事，算了。所以我觉得我从你这边我可以有很多学习。我觉得我也是学习了。我刚刚就在想啦，就说我这种比较懦弱的性格哈，其实我觉得也跟我的家庭也有关联。因为其实我就很像我爸爸，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会在吵架嘛，那我就听到我妈妈会跟我爸爸讲，就说你为什么都不坐第一排？你为什么每次都坐最后？这样，我爸就说：“为什么都要去坐在前面呢？我坐在后面，我随时要走就走啊，我要干嘛就干嘛。”那我妈妈就是比较她也不是说想要表现或什么，但是她就觉得她想要把更弄清楚，到底今天是她要做什么，她的 position 是什么啊？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其实也是工厂的这个很重要的工程师嘛。那 suppose 他要负责一些事情，他可能应该要坐在前面，要有一些担当，有一些回答，对。但我爸的个性真的就是他就随时他可以走就可以走，他不承担可能该承担的一些责任，这样。至少我那时候小的时候的感觉，爸爸妈妈常常吵架会有这个点，对。那我的印象的里面，我就觉得说最好不要出头。就说这种出头的好像都会，我们怎么讲啊？不做反而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反正你就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啊。我觉得中国人有那种这种叫乡愿。对，我觉得我有承接，像我们家有这种东西。就你比较像爸爸，我爸爸，对我爸爸的这个，说不定这是整个华人的一个
而且有的时候在华人的美国人，而且华人的文化的里面也没有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好。对，好像觉得就是说不要强出头，不要，或者是说会去惹麻烦，对，你服从就好了嘛。然后你不要说强的要怎么样我们的确很容易讲啊，算了这样，算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就没事了。哎，我觉得你也有这样，我有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我刚刚就觉得神借着我们家女儿光照我们在这上面。不知道可是太常出头，也许我活不到今天呢。Yeah, no, that's true. 就是你如果要当一个 reformer。你可能要 risk 很多那个。But then the question is， 我们不是曾经有讲过这个什么？你的死是像大山还是像轻？这个重如泰山，有轻如鸿毛。就像那个 Jordan Peterson 啊，他就不愿意去同意这个什么 pronoun， 然后他还要站出来，还要去国会那个，结果就后来被学校 fire 掉了。那还好他，因为他是一个蛮 famous 的人，他还可以 make a living。被 fire 他就 OK，I can make my own living。但是有很多的 professor， 如果是因为这样就被 fire 掉，因为他敢讲一些话，他敢讲一些实话，然后被 fire 掉了，他可能真的生活整个就完蛋了，也有可能。对。Well, that's only if you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 higher good or higher power. 我觉得为什么 Peterson 他愿意这样子做，因为他就是相信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朝着最高的 pinnacle, ultimately is God. 如果我们都愿意go towards that way, align everything in our lives towards that truth, that also means speaking the truth, and all that. 那你就是要相信 eventually it's all going to work out. 你要相信 actually when you do the wrong thing, it's not going to be such a good ending for you. 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他会宁愿做现在 instant gratification 比较舒服的事情，但其实 every decision you make is a decision. Even a non-decision is a decision. 你只是在换你现在的舒服 for 你未来的不舒服，或许你愿意现在做比较不舒服的，但是你在交换你未来的一个奖赏，就是 everything。即使你现在妥协一些事情，其实你在交换的就是你的良心。那如果像 Jordan Peterson 他就知道，如果他今天妥协在这一块，他就没有良心了，可能这是会更毁掉他的生命。所以他愿意为这些的原则站住，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他才能够活下去。It's all a matter of perspective. Yeah， 那个真的是一个很 strong 的 conviction 哈。那因为我也看过，曾经有一个人就是在那个 town hall， 他就跟川普，那时候川普在竞选，有一个老师就站起来，他就说我在学校里面我是 against 那个什么 LGBT 我就被学校 fire 了这样，而且好多年都找不到工作，在那边哭这样子。哇，我心里在想，我说真的呢，当老师的你在那样的大环境里面的时候，当那整个环境都是 against 的那个 principle， 而你想要站起来要发声的时候，你的那个 persecution， 就像你讲的，你也许他说 I know what's right, I will stand for it， 但是我要 pay the price。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有讲，耶稣讲说 you need to count the cost。Yeah, I mean, everything has. 也是啦，为义受逼迫啦呀，但是你也要计算你的代价。天国。Everything has a cost. This is everyone's personal decision.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it's true. Everything does have a cost. 但是很多人他不会去想那个 cost， 可能你现在你愿意在这方面做这个决定，你还是要去想 there is other costs. For example, it could be your health, it could be other things, it could be your career. 但是你在这一方面如果做这样子的决定 it could be your conscience, it could be your relationships, it could be your family, it could be God, it could be eternal damnation. At the end of the day, everything has a cost. 像有些人他就一直不愿意辞掉他工作，虽然他非常讨厌，但他就一直在这个工作里面，那 actually你就是活得不开心，然后你又老了 然后你以后要再换工作也很难。或许你现在愿意做这个很不方便的一个动作，但是你在交换的是什么？可能未来更开心一点，或者也许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赚更多钱 or maybe not even earn that much money, but at least live a lifestyle that makes you happy. Everything has a cost. You just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cost and be willing to pay it. 不过我在用另外一个方法
来讲讲看哈。我就记得Melody 有一次你在教会的时候，你知道妈妈要讲什么呀？就说你那时候呀就觉得说你要为你所服侍的团队你要来 say something 要来仗义直言什么，然后后来你就真的就去仗义直言了但是后来就说你以为你在替人家说话的那个人那一群人，他们就有说我也没有要你说呀，我也没有。 No, they never said that to me. 那他是怎么讲？你讲。 No, it's just they didn't really show appreciation. 就是说反正这种事情我也是学会了啦 like 如果你是为别人打抱不平OK 今天就不用讲到我自己了，如果是为了别人打抱不平 sometimes what ends up happening is 你偷了他能够成长的机会很好，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他应该要站出来说，但因为就像我说的大部分的人 is chicken， 大部分的人就不会说该说的话，所以我呢常常就是这个角色。And sometimes, okay, people might appreciate it, but a lot of the time, 就是我的头被砍。It's true. Maybe it's not physically, you know, at least I'm still here. Maybe it could be in other ways, right? 但是我就是比较会受损。I'm the one who takes the blame. 我就是扮黑马，我不知道怎么黑脸。我常常我就是常常就是要扮黑脸的这个人I'll be the bad guy。 我也宁愿 I mean I'm willing to， 我是愿意的啦 OK， 因为我觉得其他人都不愿意，但是后来几次发生我就觉得好像这些也都没有感恩 and actually 因为他们没有学到功课 they just go straight back into the same problem again，他们也没有学到功课，他们只是会一直做同样的事情，一直做受害者 or whatever you know。 其实我就发现为什么他们现在在这个状况里面不是只是加害者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打抱不平，他们容忍，是他们容忍，所以他们容忍这个加害者，他们就是一直是受害者。 I cannot help that， I'm not your savior。 我后来写了一首歌 I'm not your savior, I'll never be. I'm freeing myself from your tyranny. I'm not your savior, no you won't change. If you don't want it then you'll stay the same. I'm not your savior, no matter what I see, all the good underneath what I hoped you could be. I'm not your savior, gotta let you go, give up control to save my soul. I'm not your savior. That's what I learned，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也要学习让人家学他们该学的功课，如果他们不学的话 I have to also learn to let go。 Yeah. 或者说也不是说他们学习的功课，你有没有可能 let go and let God 呢？好，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妈妈的 philosophy 吧，好，虽然说我觉得说我的成长过程跟我的性格，我的确是比较懦弱性，我真的承认我就是比较软弱，但是我的里面也因为我就是比较软弱，我觉得我会很相信，就是说我可以 let go and let God， 因为毕竟我看事情不见得是完完全全是正确的，或者我看事情也不见得完完全全就是人家看见，所以不管你为人家打抱不平也好，或者说你觉得他们很软弱，他们就自己就一直犯同样的错误，也许他们在不同的情况神做更美好的事情呢？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是有可能。So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们就是要平衡，是我要学习更像你去慢一点动作，也许不是马上反应， maybe 我应该更去看每一个的角落 you know 每一个的焦点，可能不是他所告诉我的，我也要学习去看到另外一个人，可能 it's not 那也许我也要看到，可能也是就是本人的问题 you know like and let you figure it out but at the same time when you do see something that is 就是需要说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说？我觉得我越来越勇敢，在对人上面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如果我看到他，我感觉或者我知道，或者我的经验或神给我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我都会说，真的 Yeah, that's true. I know yeah. 妈妈每次看到我哪里不对，她一定都会讲。太 I mean yes I mean 我觉得是真的是基于爱，我如果真的里面没有那个爱，其实我是也不太会说，但是事情我觉得我对事情我判断没有像我就没有那么快，因为我觉得我做事情做的没有那么准确，我怕误杀人，我怕误解，我很怕，对，我也没有那个我真的就没有像姐姐有那样子的一个
就是为公益发声，为我的财产要保护，我好像还没有到那个有那样子的能力了。Yeah, that's fine. 我觉得神还是创造每一个人就是不一样。You know, 有些人可能就是看事情比较会有想法，或者看到不一样的焦点。And then 这种人就比较适合做很快的决定。对，因为其实有时候真是决定也必须要快一点。对对对对，就像如果我们就让他就跑掉了，这样也不行嘛。我们就一直在那边怨恨乱谈。Yeah, 很好很好。But also I do want to say 妈妈真的是 you know 进步很多啊，就是这几年妈妈是真的越来越勇敢， That's for sure. I also just wonder 因为妈妈你刚刚有提到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或者个性跟你的原生家庭可能有一点关系，我其实也在想会不会我这种反应或个性跟我的原生家庭也是有一点关系。You know, because considering that 其实我们家弟弟也是非常的什么都好什么都好随便随便 and you know爸爸妈妈 we pretty much like that, like so chill. Our family is so chill. If I had the chance, if I could choose, I would be chill too. 但是我就是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是这么 chill 必须要有一个人 like at least one person to be able to say what needs to be said and to do what needs to be done. 那就是我。因为你是老大了，你里面有那个 protection 呀、也许你就是从小就是要保护弟弟，所以养成你这种。Well, yes, but you know, in some families, maybe 这是父亲的角色 right? But I think 因为在我们的 family 就变成了我，是不是？Do you know what I mean? 因为有时候一些事情发生或者该说的话 I feel like 比较容易看到会发生的状况就是不去处理，或者不去提出来，或者就假装没发生，或者就是 you know 算了吧 whatever, it will just go away. And I just can't because it's just I deal with it. For me it's practical. 其实可能也是因为我们 homeschool 所以你们都可以我跟弟弟就放牛吃草，但其实真正日常是我要带他，日常是我要 make sure Vincent 有没有做他的功课。小的时候哈，爸爸妈妈所以对你们来都很忙讲你们是可以放松的，你们是可以放手去做你们在做的事情，但是我真的就是那个要承担，我 I have to cook for him if you guys aren't hom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ure he's doing his homework. 你现在越讲越有苦读了。不是苦读，it's just 可能就是这也可能呀。其实有些时候我的确是那个比较会 run away 的那个，我会用很多我很忙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然后我就会 walk away， 然后你们就要 left 去 to deal 去处理。呀。这可能真的也就是原生家庭造成，对。你们的原生，我的原生，好笑。呀，就是说是我们造成爸爸的原生家庭也是这样啊。所以爸爸其实也很怕事情发生，他没有办法处理。我碰到冲突的时候，我会 walk away， 或者我就是 silent。我不是那种会去面对冲突。其实曾经也是你跟 Melody。你们两个有在吵架或什么的时候，我是完全插不上话的，我就 walk away 了。Yeah， 你跟 Vincent 就对，我们就男生大概都，其实我们讲什么大家也都不会有用。See you assume, right？ 这就是你的 ，That's always your first reaction。但你也不会想说 I think I tried once or twice， 然后就被喷的说。OK， 但是不讲话也不对，所以后来妈妈就讲你为什么都不讲话？然后我就很无辜，我就觉得或许因为你没有那个 tool set，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当一个好的 mediator。真的没有这就是我们那天在讲的，就是其实很多关系是需要一个第三者，对 ，like a mediator， 但那这 mediator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来做的，其实你要有一些 tools。Communication 没有学过，Yeah， 真的没有学过。我们都在我们的性格里面，我觉得我们真的也都需要包装了啊。其实刚刚妹妹讲的也很好，就是其实妹妹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没有错误，但是我觉得你也的确需要包装。那妈妈的这样子的性格，我觉得也是，不管是原生家庭我的性格，但是我也需要去成长，不然的话我就会一直就是很什么都很怕嘛。那我觉得爸爸也是啊，
啊，你原生家庭里面，父亲也是几乎是不处理事、不讲话、生闷气的那个嘛。那我觉得你要怎么样成长起来，会开始喜欢去承担责任，我觉得很重要。我讲就是每一种性格吧，有它的强处，也有它的软弱。我觉得我们都要知道自己的软弱，然后努力的去突破。是啊，有的时候朝着你自己本性的相反方向去努力去做一点突破。我觉得 Melody 真的很棒，她非常突破，越来越成长，尤其你这么年轻，就有很多的想法，而且可以反省，然后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我们都到很大，我们才搞得清楚。对啊，其实像最近我也是因为办活动嘛，我里面我只有一个想法，逃啊，run 就 away，烦呐、真的不敢做 You。just wish it would all just disappear. 呀，但又跑不掉，又被 push 到这个那个 spotlight， 我只想 run away。如果可以 run away， 爸爸一定赶快跑，早就跑走了。呀，不过这次真的神把你架在这个位置上，让你就是要做领袖，要去做决定。Yeah. I mean， 我觉得很多人听这个会觉得有一点不太听得懂，因为其实爸爸看起来就是很领袖啊，就是好有的时候你很喜欢站 spotlight 啦。这样讲吧，其实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领袖的问题，是要做事。Yeah， 我不是那个喜欲繁琐的。负责任。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我真的是很 weak， 就很多这种很繁琐的事情，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looking for help， 这可能也是我最大的问题。就刚好这次的事情都触到你的暴露出，yeah，and then touch 到你的软弱啦，碰触到了，碰触到你的一些盲点啊、软弱啊，也是好的啦，感谢主。总算都慢慢一个一个都解决了啦。本来一开始都觉得像山一样大的困难。对啊，就像 Melody 上一次那一集讲的，一只龙，然后慢慢变成小猫，然后Yeah, honestly, I feel like it is. That's why 妈妈每次都问你，就是爸爸，你到底要做的是什么？爸爸，你到底需要帮助的是什么 ？She's always trying to get you to say it， 但是你有时候就闷在那里，太难了，太难了。She just wants you to get to saying it， 因为其实当你开始说出来，有时候说出来你就觉得这是小事情而已嘛，但是这些小事情就把你绊倒了。对，这可能就是焦虑吧，就像你讲的，对，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了呀，是因为或者也不是不知道，是不愿意去面对了，应该这样讲。对啊，不愿意，这就是回到我们开头的这个 scenario，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如果可以不面对，就会不面对很多事情。对。我讲到这个部分，我也想谈一谈，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像爸爸他是长子，然后他从小到大，其实在家里面他应该是不用做任何事。他爸爸妈妈给他说，但是我是长女啊，对，我做很多事不一样的。不一样。对，我觉得可能长男跟长女这可能有点不一样。在中国人社会里面，女生就是当成对，牛头或者通常长女你也没那么恐怖啊，要人家讲成。通常长女还真的比较能干哦，长子可能还真的就会比较，而且在性格上，如果刚好又是那样子的话，说不定。我觉得你真的其实从小是被宠坏了，欠栽培，真的没有人去勉强你做过任何事。没有，你爸爸妈妈都是宠着上建中上台大得了博士，他什么都不用做，所以他也会觉得很努力的在读书啊。对啊，什么事不要？我当然要念书啊，好好念书啊。对啊，就是好好念书就是一件事情。对啊，但这个其实不好，其实是不好。对，所以我就说，刚刚想到从教育上面来讲，人家就都这么大了，有时候真的也很难还长不大，对，很难再把他教回来，要做一些 routine 的事情。但爸爸现在越来越可以开始做一些小事了。Old dog, new tricks. Too young to die, Too old to rock and roll.
whatever that means. Yeah. But I also 也是感恩啦，因为 in a way 为什么 maybe in a way 为什么我今天能够比较能干可以这样讲吗？也就是因为有被训练，可能就是在某些方面我周围的人没有那么能干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对啊，我们都不能干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件事嘛，因为昨天晚上不是有那个我们有烤肉嘛，然后 Melody 就会看到诶这个事没有人做，这个事没有人做，这个就是说诶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领导，有没有出来那个嘛，如果是你可能就会说你要做这个，可是你也没有去讲，或者我就自己下去做了，你就去做，对对对。那可是也很奇怪哦，大家也都蛮自在的啊，大家也都在那边讲话聊天啊。The thing is, in a situation like that, 你马上就会看出来谁是真的领袖，因为事情还是要做，所以真正会起来做的人，你就知道他是领袖，或者他会去做事的。因为像你会觉得你看大家很自在啊，事情就还是被做，但其实不是这样，还是有人出来去做。对。It doesn't just get done by itself。也许是因为我觉得不急嘛，慢慢来，慢慢来。但你有这个 luxury 去这样想，因为你周围就有像我或者像其他这种人会去做的，会去做事的。如果今天都是像你这种人，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不会被做。那也是啦，也是啦，对了，真的是像妈妈的这种也是不会做。很好，很好的讨论。大家你们要不要也来讨论在留言区里面你们是什么样的个性，那你们比较像谁，或者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也好奇想知道。 Yeah， 我觉得我们家真的就是很敞开，不是好人坏人，也不是谁对谁错， We are just different But we still family。 我们也都在学习。 Yeah， 我们仍然是一家人。 Amen。 Yeah, amen. All right, see you guys. Bye. Bye bye。 你看你我比不知羞愧，你看你我比不知羞愧。